1998年，马苏还没有成为娱乐圈老鸨，彼时的他只有17岁，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。原本毕业后马苏能分派到文工团工作，可惜运气不好，刚好赶上裁军，因此没能到向往的部队文工团工作。母亲让马苏回家乡发展，找份工作安定下来。但心高气傲且野心十足的马苏并不想碌碌无为一辈子，他要当大明星，跑去了北京逐梦演艺圈。因为长得漂亮，身材姣好，在北京北漂的马苏得到模特公司的经纪人赏识，当起了模特。平日里，马苏一边接拍广告，一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，一边寻找进圈发展的机会。虽然马苏的外形条件不差，但他的文化成绩很差。第一次报考北影，因为文化分没达到要求，从而没有被录取。同在北京发展的好闺蜜白诗诗，听到马苏考学失利的消息后，跑来安慰和鼓励马苏，让他不要气馁，别轻易放弃，坚持自己的梦想。说起来，白诗诗和马苏都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的，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。毕业后一同在北京发展，感情十分要好。如果白诗诗知道马苏这个好闺蜜竟然会打自己男友的主意，恐怕她打死也不会带男友见马苏。可惜没有如果，有时候闺蜜情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。那回白诗诗有个富二代男友叫范金涛，范金涛高大帅气，出手阔绰，两人出双入对，感情很好。白诗诗时常会带着马苏去找男友范金涛玩，没想到马苏不讲武德，盯上了帅气多金的范金涛，不干起了背刺闺蜜白诗诗的勾当，抢走了白诗诗的男友范金涛。当时马苏在模特圈已经混迹了一段时间，她清楚的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个道理，在金钱和闺蜜情面前，她选择了前者。很快，马苏勾搭范金涛的机会就来了。有一次范金涛打球的时候脚不小心崴了，马苏得知后便和范金涛说自己家里有祖传秘方，背着闺蜜频繁联系范金涛，对范金涛嘘寒问暖，殷勤至极，还主动上门给他送药酒，帮他擦药。在马苏的主动出击和柔情攻势下，范金涛沦陷了，两人暗度陈仓，背着白诗诗勾搭到了一起。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，两人的关系还是被白诗诗发现了。遭受闺蜜和男友双重背叛的白诗诗悲痛万分，最后她和男友范金涛分了手，也和好闺蜜马苏断了来往。没了闺蜜白诗诗这个绊脚石，马苏欣喜不已，光明正大的和范金涛走到了一起，两人开启了没羞臊的同居生活。而有了富二代范金涛这个 ATM， 马苏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，并且还在范金涛家里的帮助下，2000年，马苏直接被保送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高职班。这时候范金涛被马苏迷得神魂颠倒，两人还约定等马苏从北影毕业就结婚。范金涛一定没想到马苏只是利用他当跳板，并没有想过真的和他结婚。2002年，马苏傍上了来学校选角的白刚导演，此时白刚正在筹拍《大唐歌妃》，马苏使出浑身解数，赢得了白刚导演的青睐，空降《大唐歌妃》剧组，得到了和贾乃亮、唐国强、孙海英、吕丽萍等人搭戏的机会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马苏和贾乃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多年后，他还和贾乃亮的妻子李小璐成为了好闺蜜，做出了拉皮条坑闺蜜的勾当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次年，马苏如期毕业，他出演的《大唐歌妃》也在这一年播出。该剧播出后引发了不小的反响，马苏初露头角，正式踢开了演艺圈的大门。范金涛顺势提出结婚，希望能完成两人的婚姻大事。可马苏才22岁，他根本不想这么早结婚。更何况功利的他很享受当明星受万众瞩目、万人追捧的感觉。当初答应男友毕业就结婚，只是为了稳住范金涛的缓兵之计，于是他以各种理由拖延婚事。被拒绝的范金涛也没有逼迫马苏，而是默默守护在他身边，对他百依百顺，等他想结婚的时候和自己说一声。只是范金涛的默默守候与付出并没有换来马苏的珍惜，一旦出现比范金涛更有利用价值的人时，马苏就会毫不犹豫地飞走。2003年，范金涛家里的生意出了问题，经济实力大不如前，马苏更加坚定了要和范金涛分手的想法。恰逢此时，马苏在一次活动上邂逅了有着乒乓王子之称的世界冠军孔令辉，两人一见钟情，随即天雷勾地火。要知道孔令辉荣誉加身，风头正茂，是全民偶像，不管是口碑还是人气都很高。马苏毫不犹豫地跟孔令辉坠入了爱河，抛弃了处于低谷期的范金涛。马苏和孔令辉的恋情曝光后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，两人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，出席什么活动都腻歪在一起，一度被称为金童玉女。靠着孔令辉的人气和热度，以及冠军女友这个名号，马苏的演艺资源比之前多了不少，接连收到了北风那个吹、
北京青年、女人如花等剧组的邀约，声名大噪。情到深处，马苏和孔令辉住到了一起，开展了美妙的同居生活。马苏和孔令辉在一起11年，可惜两人还是没能修成正果。2013年，相恋11年的马苏和孔令辉突然宣布分手。分手的原因除了随着事业上升，双方聚少离多，感情变淡之外，更重要的一点是功成名就的两人，身边的诱惑多了起来，两人都不安分，忍不住在外面偷吃。据了解，孔令辉曾被拍到和神秘美女幽会。至于马苏就更不安分了，他和孔令辉在一起期间，一次又一次跟数位男演员传出桃色绯闻，可以说双方各怀鬼胎，玩得很嗨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各玩各的。时间回到2003年，这年马苏和孔令辉刚在一起不久，就耐不住躁动的心，背着孔令辉和吴奇隆玩起了剧组夫妻的游戏。那会马苏和吴奇隆合作了《丝路豪侠》，两人因戏生情，擦枪走火，忍不住假戏真做，戏里情意绵绵，戏外你侬我侬。那段时间，马苏经常和吴奇隆亲密约会，不料被记者拍到亲热画面，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。有好事的记者拿着马苏跟吴奇隆的照片去问孔令辉的感受，孔令辉当时很爱马苏，选择了相信他，为他说话和帮他开脱。这件事在孔令辉的大力护花下，最终不了了之了。按理来说，男友孔令辉已经大度原谅了马苏一次，还化身护花使者护他周全，马苏应该安分守己，好好收敛才对，可他偏不，秉持拍一部戏换一个伴侣的作风，桃色绯闻一箩筐。2004年，《爱在有晴天》剧组向马苏发出邀约，拍摄期间马苏认识了 TVB 男星陈展鹏。陈展鹏高大帅气，嘴巴跟抹了蜜一样甜，很会讨女孩子欢心。马苏对帅气的陈展鹏心动不已，陈展鹏也对漂亮的马苏有想法，郎有情妾有意的两人一拍即合，发生了一段露水情缘。有记者拍到陈展鹏曾多次前往横店探班马苏，两人还被拍到一起前往酒店过夜。一时之间，通篇都是孔令辉女友马苏另结新欢，劈腿陈展鹏的报道。前脚马苏才和陈展鹏柔情蜜意，后脚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搭上了打星吴京。2005年，马苏和吴京因拍摄武当结缘，兴许是拍摄的氛围恰到好处，演员太容易假戏真做，两人暗生情愫，碰撞出了猛烈的火花。戏还没拍完，绯闻就漫天飞舞。马苏更是多次被记者拍到密会吴京，两人举止亲密，关系匪浅，完全超出了普通男女关系的界限。甚至有人发现，吴京现在的妻子谢楠和他昔日老情人马苏有些许神似。看来吴京的口味一直没有变过，都是喜欢一个类型的。不得不说，马苏对于怎么和男人相处，怎么哄男人开心，以及如何管理好时间很有一套。他一边稳住孔令辉，一边在拍戏的时候玩得不亦乐乎，堪称左右逢源，潇洒惬意。2011年，马苏与杜淳合作拍摄了30岁你好。马苏和杜淳，一个是越南无数的情场高手，一个是越女无数的海王，两人一见面就看对了眼，忍不住切磋一番，堪称棋逢对手，高手过招。然而等戏一拍完，新鲜感一过去，两位高手便结束了这场友好的交流，互相说了拜拜，各自潇洒转身，互不打扰。到了2013年7月19日，马苏被拍到与比自己小8岁的魏大勋频繁约会，魏大勋非常贴心，全程接送马苏，情到浓时两人还一起共赴酒店深化感情。这段姐弟恋在圈内轰动一时。就在马苏跟魏大勋的恋情曝光后不久，马苏和孔令辉便宣布了分手的消息，两人11年的恋情就此落下了帷幕。由于马苏私交混乱，和孔令辉在一起期间多次劈腿，一度被诟病水性杨花，口碑和形象一落千丈。可能是为了挽回形象，马苏否认了跟魏大勋的姐弟恋，并表示自己和孔令辉分手后很难过，整日以泪洗面。有意思的是，马苏上一秒还说自己分手很难过，下一秒就有了新欢，火速跟演员张殿伦一起开启了新恋歌。2014年，马苏和张殿伦被拍到一起挽手依偎，同回朝阳北路的豪华公寓，一夜未出。据了解，马苏跟张殿伦是老乡，两人都来自东北，早前因拍摄《黄金大劫案》相识，都说老乡见老乡凉，眼泪汪汪。马苏和张殿伦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，倍感亲切，然后就是水到渠成，发展成了恋人。铁打的马苏，流水的绯闻男友。之后几年，马苏依旧和以前一样，拍一部戏换一个伴侣，身边男人不断。他和任重、陈伟霆、李晨、沙溢等男星都传过绯闻，不过都犹如昙花一现，来得快也去得快。2017年，李小璐跟贾乃亮、PG One 和马苏4个人命运交织到了一起，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。
这一年，贾乃亮在工作时结识了说唱歌手 PG-1，他很欣赏 PG-1的才华，把他当弟弟看待。因为李小璐很喜欢嘻哈和说唱，为了哄妻子开心，贾乃亮将 PG-1介绍给了李小璐认识。一开始，李小璐只是出于喜欢嘻哈说唱，跟 PG-1相处，没有产生别的想法。然而，马苏的拉皮条撮合了李小璐与 PG-1。马苏与 PG-1是东北老乡，在 PG-1参加说唱比赛出道时，马苏就是他的后援会大粉丝，既出钱又出力，他和 PG-1关系很好。而马苏又跟李小璐是闺蜜，所以有马苏这层关系的调和下，李小璐很快就和 PG-1熟络了起来。再后来，马苏为好弟弟 PG-1做起了嫁衣，撮合起了两人，成就 PG-1和李小璐的好事，还为两人打掩护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发生了李小璐给贾乃亮戴绿帽的做头发事件。有知情人爆料称，事发当天其实是马苏、李小璐和 PG-1三人一起做头发。爆料人还表示，马苏并不止一次带怂恿其他女星一起做头发，他是惯犯了。此事曝光后，贾乃亮跟李小璐离了婚，马苏也背上了娱乐圈老鸨的骂名。不仅如此，就连黄奕的前夫黄毅清也站出来爆料，马苏就是娱乐圈著名的老鸨，靠着跟人介绍皮肉生意给自己换资源。据黄毅清所言，马苏还对他主动投怀送抱过，两人在一起嗨皮过一段时间。接二连三的爆料传出，黑料缠身的马苏口碑全面崩盘，犹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之后2年，马苏的演艺资源大不如前，他似乎也低调了不少，鲜少出现在荧幕前，也鲜少有绯闻传出。直到2019年，几张照片的曝光，让马苏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反复被人诟病私交混乱。2019年，有记者曝光了马苏与黑人男子私会的数张照片，照片中的马苏行为大胆豪放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2022年7月，马苏换了口味，开始探索起了小鲜肉。他被拍到和一位年轻帅气的小鲜肉约会，两人一起从酒店出来。马苏很宠爱这位小鲜肉，时不时对他撒娇，还亲自为他开车门。看来不是只有男人喜欢年轻貌美的美女，只要有钱，女人同样喜欢年轻帅气的鲜肉。2022年10月的时候，马苏身边已经没了鲜肉弟弟的身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中年大叔。这位中年大叔名牌加身，看上去贵气十足，带着马苏买，毫不吝啬对其一掷千金。不知马苏是不是看中了大叔的超能力，不然为何口味转变如此之快，从小鲜肉到中年大叔，年龄和颜值跨度着实有点大。再后来，马苏犹如走马观花，身边时不时出现新面孔，每次都不一样，但都不长久，不知道是他还没玩够，还是说没有找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如今马苏已经出道20年了，事业和爱情都不尽人意，还因为私交混乱，人品堪忧，落下了不好的名声，从曾经的3料影后到无戏可拍事件。然而，在这场风波中，承受最多非议的并非李小璐本人，而是那位言辞不实的马苏。夜宿门事件曝光后，马苏迅速行动，通过发布自己在PG-1家聚会的截图，试图为李小璐与PG-1的争议澄清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却遭遇了卓伟发布的互动视频证据的反击，直接揭露了马苏说法的不实，让他陷入了尴尬境地。探究马苏此举的动机，原来PG-1正是他介绍给李小璐认识的，这或许是他急于辩护却反而自露马脚的原因所在。更有人爆料，马苏这种拉皮条的行为不只是一次，可和贾乃亮有着近20年的交情，却摆了老同学一道，现每年手撕一遍李小璐，还叫嚣着我太冤了，却依旧无戏可演。马苏算是咎由自取吗？李晨曾经这么说过马苏这人吧，智商确实让人着急，然后行为呢也确实大胆。其实从马苏的生长环境倒是可以略看出一二。1981年，马苏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他的家庭条件比较一般，父母都是附近厂子的工人，但两口子对孩子的教育倒是毫不吝啬。孩子从小爱跳舞，我们就全力支持，崭新的舞鞋还有最新版的收音机送进了家里。马苏成为了附近大院里最富有的孩子，别人一夸我的鞋好看，我练舞就练得更起劲了。等到12岁那年，父母为了给孩子寻个好前程，还将马苏送去北京参加考试，目标是解放军艺术学院。但军艺的报考者中可是人才济济，
其中不乏从小训练的高干子弟。马苏跟这些人一比，可是落了下乘。我考军艺考了整整6次，每次都不能顺利通过。最终马苏父母为了女儿的未来，在几夜的辗转难眠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卖掉家里的所有财产，自费给马苏送进军艺。进入军艺的马苏非常奋进努力，想着等到毕业时能有个好单位接收。而母亲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照顾，还在附近的筒子楼租住了好一段时间。可谁成想，熬到17岁那年，马苏却突然失业了。马苏母亲想带着女儿回到哈尔滨，以后在本地踏实过日子就算了，不料马苏却轴了劲。当时好不容易闯来北京了，现在谁还能夹着尾巴回去呀？为了在北京维持基本的生活，马苏成为了北漂的模特之一。其余的时间他就在考虑如何在北京扎下根来。一次偶然拍摄广告的时候，马苏遇见了之前自己在军艺的好闺蜜，两个人互相倾诉着离开学校的不易。在得知马苏想要留在北京后，闺蜜说了句：那你不如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了，现在跳舞可没有做演员赚钱啊。马苏又细问了北影的情况，还追问了一句：你从哪里得知的消息？闺蜜笑了笑：我找了个富二代男朋友，他给我说的呀。马苏听完了没吭声，事后又和闺蜜留了联系方式，两个人约定多出来聚聚。在后来的备考中，由于马苏的文化课成绩实在太差，第一次报考北影，她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。结果闺蜜就带着男友范金涛前来开解马苏。这一开解不要紧，范金涛就看上了马苏。交谈过程中，他频频给马苏倒水递纸巾。马苏看着满身名牌高谈阔论的范金涛也很有好感，两个人就当着正牌女友的面进行了眼神交流。饭局结束后不久，范金涛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要到了马苏的联系方式，两个人在私下联系了起来。特别是等到范金涛意外扭伤的时候，马苏更是跑到对方家里嘘寒问暖，他们就由此走到了一起。虽然撬掉闺蜜的墙角确实不道德，但是在范金涛这里，马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。男友不仅仅是单纯的富二代，其父还有着不少社会资源，这就使得首次落榜的马苏在第二次就很轻易地进入了北影的高职班。除此之外，马苏的父母也是跟着女儿享了福。他们先是以准岳父母的身份在范金涛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范金涛的父母又为亲家准备了全新的房子和薪资不菲的工作。范金涛直言：我是准备和马苏过一辈子的，我就喜欢这样不拐弯抹角的人。可马苏能不顾闺蜜情攀上范金涛，是出于仰慕对方的才华。有一天身边如果出现比范金涛还优秀的人，倒戈也是似乎是必然的。这一切都是为后来和孔令辉的恋爱埋下了伏笔。进入北影后，马苏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《大唐歌妃》的片约，其角色还是剧中的女一号，其资源途径肯定是男友范金涛的主攻了。他还帮着同学贾乃亮找了个角色，演剧中的男二，自己的恋人。这一份珍贵的同学情，也是后来贾乃亮被马苏坑到彻底的原因。孔令辉19岁的时候就拿下了男单冠军，后来又和刘国梁远赴海外打比赛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孔令辉在世界上都保持着前5的排名，可以说是乒乓球界的风云人物了。一次马苏的北影同学说，听说孔令辉过2天要来学校参加活动，你要不要去呀？马苏，那可是乒乓球冠军啊。这就是马苏听到孔令辉名字后的第一反应，去呀，为什么不去？到场的肯定都是大人物。活动当天，马苏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会场，一眼就锁定了孔令辉本人。巧的是，孔令辉也是哈尔滨人，正好在老乡聚集的那桌上敬酒，马苏就很直爽地走了过去。你好啊，孔哥，久仰大名。孔令辉一看马苏就是眼前一亮，这也让孔令辉心生好感。酒会结束后，孔令辉送了不少女同学回学校，
只有马苏大胆地向孔令辉主动要了号码，孔令辉同意了。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后来马苏就时不时地给孔令辉打电话，约他出来吃饭散步。那边范金涛感觉女友对自己冷淡了，就去了马苏宿舍楼下一探究竟，最终从其他人嘴里得知了这一真相。一夜没回的马苏出去跟孔令辉约会了。据称范金涛在得知此事后，怒不可遏地对马苏动了粗，毕竟自己不仅把马苏提了上来，还好吃好喝地对待丈母娘一家，谁能受下这个窝囊气呢？但马苏的态度也很强硬，你想怎么闹就怎么闹，毕竟对方可是为国争光的人，范金涛又能对两个人怎么样呢？马苏就这样攀上了孔令辉的这个高枝，两个人经常一同现身电视节目，文体恋的金童玉女就这样盖在了两个人的头上。孔令辉的事业没有因为有进一步发展，但马苏靠着冠军女友的头衔，可是获得了不少好机会，像《丝路豪侠》、《夏日里的春天》、《爱在有晴天》等，都是在马苏和孔令辉谈恋爱的半年间接到的喜约。这时的他也仅仅是一个刚从北影毕业的学生而已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在3部剧的拍摄和过程中，马苏和剧中的男主像是吴奇隆、陈展鹏都传出了不小的绯闻，还有记者前去采访孔令辉对女友的绯闻怎么看。孔令辉一开始笑笑不做回应，最严重的一次是直接摔了话筒。后来马苏为了救场，又开始拉孔令辉上访谈节目，全程拉着孔令辉的胳膊，比较小女人做派。但是孔令辉一句，我觉得结完婚就需要少拍戏，不然对孩子的教育也并不好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对于女友的行为还是十分不满的。马苏曾经为自己辩解过，为什么我老是那么多绯闻，主要就是片方宣传，我只是跟着流程走啊。但如果拍一部戏就传一个绯闻男友，这种情况也是十分不正常的。拍摄《武当》的时候，和吴京被传假戏真做，和吴奇隆拍摄《新白发魔女传》的时候，更是深夜牵手现身机场。同年他和杜淳搭戏《北京青年》，更被人拍到同出入酒店，一出出一桩桩，最终孔令辉是无法忍受了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孔令辉和马苏大吵了一架，直接把女友的行李丢出了门外，骂了一句滚，两个人10年的感情就此情断。后来孔令辉的朋友还在节目中打抱不平，马苏他就是人性有问题。但是和孔令辉分手后，马苏并不是一无所得，在10年的时间内，他完成了身份的巨大转变，从普普通通的高职生变身为拥有金鹰奖、白玉兰奖、飞天奖的年轻影后。2013年，马苏还以3000万的年收入入驻了福布斯名人榜，这时的他可就能放心去飞了。在和孔令辉分手后不久，他就和小8岁的18线演员魏大勋走在了一起。为了捧小男友，他还把魏大勋送进了奇幻冒险王的剧组。虽然马苏这时被冠上了私生活开放的头衔，但手握着演技的他完全不怕对事业的影响。同时他还结交了一些姐妹淘，用此来营销更好的个人流量。姐妹淘其中有秦岚、杨幂、李小璐。有意思的是，魏大勋后来自称自己从小就喜欢杨幂，所以他是怎么和马苏打得火热的呢？直到2017年，风头正盛的马苏才为他的行为栽了跟头。这一年一档中国有嘻哈的节目风靡全国，其中的歌手装扮比较个性，歌词也比较大胆，由此引得不少年轻女生为之痴迷。其中一位叫做皮几万万词王的选手，谐音皮几万，在整档节目中的呼声非常高。后来他也拿到了节目的冠军，这引得了马苏的注意。马苏后来主动去联系皮几万，甚至还花钱为皮几万砸礼物造声势，成为了他的后援会会长。最后光自己应援还不够，马苏又发动了自己姐妹淘里的所有人，帮皮几万发微博做宣传，到场看他的演唱会等等。
那时李小璐和贾乃亮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危机。通过不少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李小璐对贾乃亮是非常不耐烦的。马苏向他引荐了超会玩的皮几万，这一下子就把李小璐的心给燃起来了。马苏自己的解释为，别人干了啥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做伪证呢？当时李小璐的头发事件一出，当事人还没有什么反应，马苏就出来抢流量了。当时我在场，结果媒体就直接打了马苏的脸，发出了全程跟拍。马苏压根就没有去皮几万的家，只有李小璐一个人出入公寓，还有李小璐和皮几万的亲密视频。马苏被顶上了热搜，就回复到脸真疼，我活该，意思就是我压根没往那方面想，结果被打脸了。但娱乐圈纪委的黄毅清直接放出了马苏和男模热舞的图片，各种劈腿拉皮条。马苏，你干这种事不是一次了吧？按照黄毅清的说法，比起红杏出墙的李小璐，马苏这种损友才是最可憎的人。所以后来马苏的资源一落千丈，微博上全是叠楼骂他的，也完全不出奇。对于这件事的解决方法，后续马苏采取了之前的路数，那就是我是不知情，只是帮别人背锅。不论是在节目中说那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应该会处理得很好，和我没太多关系。马苏想撇清关系，但观众不买账，他转头又说，我不是单纯吗？我就是觉得一男一女能够只谈工作。但根据马苏的过往情史来看，这话说的属实圆不回去。最终他开始上节目卖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也是个影后，但是现在没有什么戏拍，自己也没自信了。虽然在节目中马苏未能获奖，但节目结束后，其中的评委尔冬升就邀请马苏出演了。海的尽头是草原，也不算是全程一无所得。更重要的是，马苏每年都会把李小璐的事翻出来一遍，来印证自己的冤枉。就像今年，距离做头发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，贾乃亮开始带起了货，李小璐永久退了圈，而马苏依旧拿着是说自己纯属傻大姐。大家觉得马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究竟是算天降横祸，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呢？